乌俄战争已经持续接近3年的时间，火力军很好奇一件事，战线会如何发展。如果是美国大选之前，火力军根本不会想这个问题。美国加上欧洲的援助，足够乌军抵挡俄军攻势了。但现在不一样，特朗普再次上任，并表示要停止援乌，结束乌俄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帮助，相信各位都很清楚，多次海马斯、ATACMS、F-16，名气一个比一个大。美国停止援乌会对战线造成很大的影响，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事情。乌俄未来会如何发展？战争会持续多久？1月16日，泽连斯基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俄战争有望在2025年结束，但前提是特朗普向普京施压。从这点来看，未来如何还很难说。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就提出24小时内结束乌俄战争，不过在2024年12月份，特朗普的团队却表示，美国可以继续援乌，但是这有一个条件，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必须提高到 GDP 的 5%。而在1月7日的时候，特朗普又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在6个月内结束乌俄战争。考虑到美国这模棱两可的决定，2025年的乌俄战况主要分为2种情况：美国援乌与美国停止援乌。继续援乌也就意味着乌军将有机会发起反攻。如果美国继续援助乌克兰，那么一切都无需担心，乌俄战争不会在2025年结束，乌军甚至可以考虑新的夏季反攻。原因也很简单，俄军的攻势会有所缩减。如果过去一段时间各位一直关注乌俄战况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相比较2023年甚至是2024年上半年，俄军过去几个月的攻势极为强烈，缺少装甲力量，那就步兵冲锋，无人机不够先进，还是步兵冲锋。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只要我的步兵足够多，就能获得战场主动权。至于士兵的死活，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俄军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得谈判主动权。特朗普很早就表示要结束乌俄战争，甚至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在美国不会主动下场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的方式只有一个，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谁在战场上占据更大的优势，谁就拥有谈判的主动权，所以俄罗斯才会不顾一切的强攻。只是一旦美国表示继续援乌，那么俄军的选择就只剩一个，消耗战。战况会持续僵持，俄军强攻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伤亡持续增加。根据乌克兰公布的数据，俄罗斯在2024年的伤亡人数为43万人，其中日伤亡又以下半年为最。2024年11月底，俄军日伤亡人数突破2000人。相比之下，2023年的俄军伤亡仅为25万人。俄罗斯的后备力量不允许俄罗斯一直猛攻。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继续援乌，俄军的攻势就会回归正常，而俄军也可以逐渐积蓄力量，从某处发起反攻。火力军认为，乌军的进攻目标只有2个，库尔斯克和克里米亚。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乌军在某一处获得一定突破，没有任何意义。精准打击俄军命脉才是最重要的。其中，库尔斯克战场距离核电站只有几十公里，距离库尔斯克首府也很近。乌军可以朝这2个目标出发。如果计划成功，乌克兰在未来的谈判中就能获得战略性筹码，也有可能改变乌俄前线的战场态势。库尔斯克旁边就是别尔哥罗德州，这也是俄罗斯在乌东地区所有军事行动的后方基地。如果乌军在库尔斯克实现突破之后，向东南迂回至别尔哥罗德，配合自由军团，就可以动摇整个俄罗斯大后方。克里米亚地区则是乌克兰心心念念的地方，眼下黑海舰队被打残，防空系统大多转移至前线，加上阿泰什游击队也将俄军隐藏实力公布，克里米亚的防御能力已经降至冰点。实际作战时，乌军可以前后夹击，在赫尔松前线攻击，吸引火力，之后派遣2栖部队从海路进入克里米亚执行特种任务，扰乱俄军的指挥。F-16则是在空中清除俄军残余力量。如果俄军部署在赫尔松的部队选择回防克里米亚，那么乌克兰便趁机推进。俄军不回防更好，拿下克里米亚后便截断俄军在乌南地区的后勤，直接关门打狗。当然，以上只是理想状态，乌军能否达成以上成就，还要看欧美的援助力度。如果美国停止援乌，那么战场就会是另一种场景，俄军恐怕会进一步加强攻势。在聊战线变化之前，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美国援助对乌军的实力影响有多大，以及欧洲是否可以弥补俄军的。根据德国基尔研究所的统计，从乌俄战争爆发前的2024年1月24日到2024年10月31日，美国在军事上的援助遥遥领先，一个人占据一半。而根据泽连斯基公布的数据，2024年乌克兰国防开支大约为1000亿美元，其中乌克兰自己筹措400亿美元，美国援助350亿美元，欧洲援助250亿美元。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停止援乌会对乌克兰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欧洲可以弥补美国的空缺。在援乌这件事上，3年的乌俄战争将北约分成了3派。
第一种就是亲俄派，比如匈牙利多次阻挠欧盟援乌，斯洛伐克在乌克兰切断能源运输管道以后，也站在了乌克兰的对立面。第二种则是观望阵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远离冲突前线的国家，但处于阵营问题，还是会援助乌克兰，但力度并不大。第三种则是坚定援乌，并时刻准备自己下场的国家。在英德法的带头下，这些国家还组织了一个北约之外的反俄联盟，成员包括英国、德国、荷兰、波兰、瑞典、芬兰、挪威、波罗的海国家等。现在刚进入2025年，这些国家已经准备好援乌计划，其中波罗的海国家将各拨款 GDP 的 0.25% 用于支持乌克兰，预估为 3.74 亿美元。英国计划在2025年到2031年每年拨款38亿美元，德国则是 40.2 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数量太多，火力军就不一一说明了。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的2025年援乌金额达到了200亿美元，这还只是刚开始，之后还不好说。其次，目前已经有25个国家与乌克兰签署双边协议，协议要求加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提供军事装备和金融援助，以及应对可能的俄罗斯攻势。美国也在2024年6月13日与泽连斯基签署了双边安全协议，明确了美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并承诺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继续合作。不过，由于总统换人的缘故，这个双边协议很可能不会继续执行。在经济方面，欧盟才是乌克兰2024年的最大财政援助方。乌克兰财政部声明称，在2024年共获得417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其中欧盟以173亿美元的援助金额位居第一，而美国则以83亿美元位居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53亿美元排名第三。日本也通过世界银行为乌克兰提供了43亿美元的融资，加上乌克兰自己的农产品出口等资金，即使国防开支大幅增加，乌克兰的社会福利依旧可以得到保障。只是美国停止援乌，也就意味着乌军的一部分武器无法正常使用，比如海马斯，毕竟弹药不够，迟早有一天 ATACMS 导弹也会用完。乌克兰想要继续使用，就只能花钱买，在这点上特朗普是不会拒绝的。不过这就意味着乌军的反攻机会大幅变小，收复克里米亚、冲入库尔斯克首府的难度有所增加。另一点，美国明确表示停止援乌之后，俄罗斯或许会进一步加强攻势，其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很差了，消耗战就是慢性死亡。如果有结束战争的机会，俄罗斯肯定选择猛攻。在欧盟弥补上美国的空缺之前，乌军只能选择全面固守。当然，以上只是猜测，具体结果如何，火力军也说不准。美国是否援乌，现在应该还在谈判中。就像特朗普的团队之前说的那样，如果北约国家将军事支出从 GDP 的 2% 提高至 5%， 那就继续援乌。但问题在于，这个数字不太现实。目前的北约成员国中，仅有23个达到或超过了 2%。当然，这是可以谈判的。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由于担心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攻击北约国家，大多数的北约成员国都在增加国防开支。但即使如此，也只是可能会同意将指标设定在 3% 左右。而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会接受 3.5% 的增幅。最终结果如何，大概在6月份的北约峰会上就会有结果了。不过让火力军来说的话，还是希望美国与欧洲不要放过这个打垮俄罗斯的机会。只有4分5裂的俄罗斯才是好俄罗斯。对于欧洲与美国而言，只要给点武器，给点财政援助，就可以拖垮俄罗斯，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了。至于乌俄和谈，火力军只能说时机未到。特朗普之前提出的和平计划只是简单的将乌克兰一分为二，类似冷战时期的柏林模式，东乌归俄罗斯，西乌则纳入欧洲和北约体系。这个计划实际运作时有很多问题。乌克兰的诉求是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乌东4州以及赔款等要求，俄罗斯则是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克里米亚归还俄罗斯，并归还没收的海外财产。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现在乌俄战争依旧处于僵持，没有出现哪一方崩溃的迹象，很可能会发展成长期作战。据中时新闻网报道，截至2023年5月，俄罗斯部署了1674枚核武弹头，总库存量为4489枚。除部署在核三位一体方面的弹头外，俄罗斯更热衷于洲际弹道导弹，但其计划中的新型洲际导弹及 RS-28 萨尔马特整体开发进程并不顺利。在去年9月的测试中，疑似遭遇了炸膛事故，因为当时卫星图片显示，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台附近一度出现了巨大的弹坑。此外，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表示，萨尔马特的测试经常被推迟，且至少取消过2次，至少1次测试失败，也就是上述的爆炸。按照俄罗斯计划，萨尔马特是用来取代苏联时期的 R-36， 该导弹于1988年开始服役，至今已接近40年。如果萨尔马特无法在短期内进行接替，
那么俄罗斯就必须要用236这种老旧导弹来继续担任核战略威慑，但装备都有使用年限，根本不可能无限期的持续服役。正因如此，普京如今很着急，他曾明确表示236将于2007年退役。但事实很讽刺，直到现在，俄罗斯还有一张236。由于服役年限过久，236的零部件随时可能出现故障，而且由于这些零部件已经没有备份，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发射成功还是出现故障，该导弹的库存是用一枚少一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罗斯要想继续维持236，就只能拆解库存中的导弹当零件，但这会使其库存急剧下降。当然，俄罗斯也有其他洲际弹道导弹，但相比之下，236的有效载荷最大且最具战略意义。根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数据显示，萨尔马特的最大射程为29000公里，有效载荷为10吨，可携带10枚大型弹头或16枚小型弹头。它所取代的236射程略短，但有效载荷相似。至于俄罗斯其他洲际弹道导弹，其载弹量就要少上许多。例如 RS-24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只能携带3枚弹头。由于萨尔马特迟迟没有新进展，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威慑力正在衰退。除此之外，俄罗斯前线的装甲车辆也开始频繁出现故障。据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俄军一辆 BTR-82装甲运兵车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随即出现技术故障，主炮接连发射10几枚炮弹，接着整个系统就彻底哑火了。据悉 BTR-82沿用了冷战时期 BTR-80的设计，通常可容纳3名成员和7名士兵。标准型装甲运兵车重16吨，最高时速为80公里到90公里，可使用喷水推进装置进行2栖作战。而影片中的 BTR-82装甲运兵车还配备有反无人机保护措施，包括2个龙式装甲，上面挂满了网状物，其中一个位于炮塔顶部的炮管上方，车体两侧还安装了格栅装甲。尽管如此，在遭到乌军无人机打击后，这辆装甲运兵车还是发生了故障，那些打开的舱门表明车内人员已经逃离。事实上，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乌军已摧毁俄军超过1000辆 BTR-82系列车辆，且目前这一数值仍在不断增加。据防卫博客报道，美国陆军已批准 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新型 M1147先进多用途弹药全面量产。据悉，这是美国陆军多年来首次采用新型战车弹药。M1147整合了4种现役弹药的功能，通过多模式可程式化引信，提供瞬发、延迟与空爆3种运作模式，这使得 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组员能有效应对各种战场威胁，包括反装甲导弹小组以及双层加固混凝土墙等坚固目标。此外，将多种弹药整合成单一弹种，不仅简化了陆军的后勤作业，解决弹药库存老化问题，还能精简 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弹药装载配置，确保美军在现代战场上的优势。根据媒体报道，去年年底，美国海军与诺格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将研制新一代的末日飞机。据该公司官方披露信息显示，该机型号为 E130J， 主要负责对战略核潜艇的通信、指挥与控制。待正式入役后，将取代美海军现役 16B 水星飞机。目前的 16B 水星飞机基于波音707型客机研制，机身长 45.8 米，翼展 45.2 米，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972公里，航程 1.2万公里。在完成一次空中加油后，可连续滞空 28.9 小时。而 E130J 则以 C130系列运输机为基础，机身长30米，翼展41米，平均飞行速度每小时644公里，航程3300公里。单从机体规模、飞行速度等方面来看，E130J 远不如 E6B， 但这并不是技术倒退，而是一种技术创新。因为 C130系列运输机的技术成熟度相当高，在该系列机型的基础上，美国海军曾改装出2款末日飞机，分别为 EC130G 和 EC130Q。至于这次的 E130G， 由于其体型较小，对起降条件要求不高，并具备更好的低空低速性能，致使其能够在简陋的机场起降，可执行特定条件下的作战任务，这对于战时环境特别重要。此外，其滞空时间更长，灵活性更高，在这些方面要比 E6E 更具优势。当然 E130G 较小的机身规模和较低的有效载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更多的功能。
据美国海军航空作战中心空中战略指挥负责人证实，1130G 将不再负责对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以及美国陆军洲际弹道导弹的空中指挥任务，仅支持美国海军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接管与行动任务。事实上，美国海军早期的末日飞机仅负责对战略核潜艇的通信任务，在 EC-130G 和 EC-130Q 出现后，才增加了对海基战略核力量的接管与行动任务。紧接着，在 16A 接替 EC-130Q 后，又为其加装了机载的空中发射控制系统，而在升级为 16B 后，这才开始接替美国空军 EC-135C， 负责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与核武装轰炸机部队的空中指挥、通信与控制，并承担指挥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方面的工作。如今，随着美军核武库系统的全面升级，整体战术再次做出调整，1130G 将重回单一的对潜接管与行动任务。目前，诺格公司已在 1130G 项目上投资超过10亿美元，主要用于该机的数字化改造、相关设备和机体核防护设施的智能化升级等。同时，美国海军为其选择了基于超长拖曳天线的甚低频通信系统。该通信系统配备2套拖曳天线，最长的天线超过8000米，与 1130G 适配度更高，能够大幅提升该型机在核战环境中的整体性能。此外，按照美军计划， 1130G 项目还将与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B-21、战略轰炸机、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等美军战略核力量的升级改造计划同步推进，以维持美国核三位一体的绝对优势。据保加利亚军事网报道，此前一直有消息称菲律宾可能会选购韩国的 FA-50 战机，如今该消息被菲律宾国防部证实，该国已增购12架第20批次的 FA-50 战机，总价值约 6.81亿美元。菲律宾之所以选择 FA-50 战机，主要有2方面原因。其一，菲律宾曾于2012年至2017年接受了首批12架 FA-50PH 战机，该战机属于 FA-50 战机的衍生型号，因此当菲律宾空军正式接收这批 FA-50 战机后，飞行员无需重新掌握新的驾驶技术，就可直接进行战略部署。其二， FA-50 战机重量轻、机动性高，再加上其价格低廉，完全符合菲律宾军方需求。同时，这也是菲律宾空军重置地平线3计划中的一部分。又到了电影时间，本期火力军挑选了3部堪称史上最强的战争片。第一部《光荣之路》，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主演科克·道格拉斯、乔治·麦克雷迪。本片根据汉弗雷·科比1935年的小说《光荣之路》改编，荣获1959年意大利国家影评人协会银带奖、最佳外语片导演奖，1958年芬兰影艺学院最佳导演奖。其内容讲述的是在一战德法战争期间，陆军上尉达克斯在为士兵利益奋力争取过程中，逐渐看清军官和战争的丑恶的故事。第二部《拯救大兵瑞恩》，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主演汤姆·汉克斯、汤姆·塞兹摩尔、爱德华·伯恩。这是一部经典中的经典。1999年，该片获得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在内的多项提名。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凭借该片获得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同年获得第56届金像奖剧情类最佳影片。2014年，该片入选2014年美国国宝影片名单。截至2024 5月29日，该片在全球累计票房 4.82 亿美元。在该影片中，瑞恩作为2战美国伞兵，被困在敌人后方面。更不幸的是，他的3个兄弟全部在战争中死亡。如果他也遇难，家中的老母亲将无依无靠。美国作战总指挥部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毅然决定组织小分队前往救援。而该影片讲述的就是这支小分队救援过程中的心路和作战历程。第3部《从海底出击》，导演沃尔夫冈·彼得森，主演尤尔根·普洛斯诺、赫贝特·格勒内梅厄。该片改编自战地记者布克·海姆的畅销自传，荣获1982年第54届奥斯卡金像奖6项提名。沃尔夫冈·彼得森导演成为第一位凭着德语电影获得最佳导演提名的人。该影片讲述的是潜艇U96的最后一次出航，其内展现了舰长深深理解和同情那些年轻蓬勃的生命面对巨大死亡阴影时的无力和无奈，以及因为恐惧而做出的荒唐野蛮行为。要知道，在德国2战中，死亡率最高的兵种不是步兵，而是潜艇兵。在电影序幕中，有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即在2战中，德国有4万名潜艇兵，其中3万名阵亡。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乌俄战争会在2025年结束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